大家好，我是大伟。男人过了30岁以后啊，自己的能力下滑。那么如何去提高自己的能力，让战斗能力爆表，让自己重新回到年轻时候的巅峰？今天咱们就着这个话题来讲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那么说这个方法之前，咱们要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期视频呢，其实也是为了咱们一位群友给他做的。咱们一个群友给我讲了，说大伟我经常看你的视频，那么我现在有一些问题，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的诉求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首先他立不起来了，每天早上起来感觉都是软绵绵的，没有这种硬邦邦的状态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夫妻生活之中，近2年来逐渐的开始感觉到疲惫而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由原先的时间短，到了什么呢？到了他的硬度开始大幅度的下滑，再到后面就发现有的时候关键时候不灵的站不起来，或者站起来一会儿又怎么样，又软绵绵的。所以在这个状态反复之下，他内心受了折磨，他总感觉就是他的老婆他的夫人对他已经有着这种有色眼镜了，所以心里面也非常的自卑，就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我在以前内部的课上面分享过很多次，收到的反馈是非常之好咱们有这样难言之隐的咱们男性的朋友都可以去学习一下，去练一下，因为这一套方法是通过自然之力去把我们本身在里面被你埋藏住的肾精之气给它激发出来。你做完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重新回到了巅峰状态，你无论是硬度也好，时间的长度也好，还是说你整个就是这种对于这种快感的感觉，你也会来得非常的棒。所以这一套方法，我个人认为大家日常咱们男性朋友都可以练一练，特别是咱们男性朋友他有一个独特的腺体叫前列腺。咱们有很多朋友过了30岁到35岁，开始逐渐走下坡路了，那前列腺也开始出现了钙化，你都可以通过这些动作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那么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动作分享给大家。这些内容全都是干货，你跟着我去慢慢的做，慢慢的去学，同时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免以后忘了。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套动作的出处，它源于道家很古老的一套方法，叫做房中术，也是古代帝王也会去修行的一种秘法。那么这一套方法原理很简单，就是刺激我们的睾酮素，同时刺激我们的肾精，让我们的肾气变得很充足。具体怎么刺激，你们自己看动作就能领悟到了。好了，我们来先讲一下动作我把凳子离远一些，把腿并拢。咱们做之前记住2点。第一点，把腿给并拢，掰不开你可以腿中夹一个书不让它往下掉，掰不开。二个是小腹，一定要把我们的小腹向内收，向上提。板凳怎么去做呢？我们只做一小部分，就是屁股搭上去一点就可以了，腿保持90度整个人挺起来。那么在这个姿势之下，我们开始逐渐的把我们的里面看好，扭动你的胯部，把我们的腿怎么样进行一个向内的一个挤压，小腹收紧。你别以为这个动作简单，我告诉大家，我这里随便拿一本书随便拿一本书夹在腿中间。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像我一样拿一本书，腹部收紧书里这样拿着，因为你做的时候书会乱动这么去做，腹部收紧，腿这么夹着，这个书呢，你手控制住它，不让它往下掉。有的朋友他一做一松，书就掉下来，这就不对了。腿一定要夹紧，你练完了以后把书放一边，腿夹紧了以后，不断的向内夹，向内去挤压你看，就像这个腿，你看从侧面看，一前一后，看到没有？一前一后，腹部收紧，就这么去做。在做的时候，你知道了吧？里面深层就开始酸了、胀了。这个时候哪里开始会有到刺激？我们的2个小球在做的时候不断的往上去提，这个时候会把我们的睾酮素怎么样，慢慢的让它出来。同时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的精华肾精也会跟着往上走。所以呢，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上一个2到3分钟，感觉到酸了、胀了就行了，慢慢的去做。腹部一定要收紧。很多人做的时候，这个肚子它就像一个大皮球一样它也不收，它就这么做，腿也就这么去做，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么做一点用都没有。一定要把腿收紧，腹部收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腿一定要向内，拿本书这么夹着，慢慢的去练
啊，我们的下腹啊向内收紧啊，持续的收紧，这么去转，转一会儿里面就酸热啊，腿上内侧酸，这样就对了。你去坚持一段时间，它这个睾酮素上来了，明显的你起立的状态，你的硬度也会逐渐上来，而且这样去做，不断的能够怎么样加强我们里面的一个海绵体充血的这种状态，你去做一做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大腿内侧啊，记住它是一套的啊，手放在大腿内侧，两个手一前一后，就这么放好。放好了以后，把腿怎么样往内去撞击，快速的撞击。后面做一些啊，你看，快速的撞击，就这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你在做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内侧给放松。这个地方也被称之为什么？叫做男人线啊。一个人他状态好不好，捏这个地方一捏就捏出来。很多朋友长期这个地方紧张了，他局部的往里面走的这种供血的能力就会变弱。所以呢，我们去这样去撞击，每天去撞上一个50下到100下，你手可以前后这样移动，从前面怎么样往后面移啊，不断的进行撞击，把中间这条线给它松开来啊。一个是捏，我们刚刚转的时候是捏，这个是松啊，你逐渐的感觉你撞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酸酸溜溜的啊，不一样。每个朋友你把这个动作做一做啊。做个50下到100下，自己感受感受。做完了以后，很多朋友腿上发酸，有的朋友发软，有的朋友腹部发酸，都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一个信号。然后这两个动作你是连在一起去做的，每天可以做上一个2轮到3轮，看自己的状态。那么这一套动作做完了以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啊，我们每天去做一件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去找到我们臀部后侧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叫做8髎，有8个孔，我们把手上下快速搓动，快速搓动啊，把它搓热。在搓热的时候啊，你搓上一个100下到200下，这个地方就热了。搓热完以后，你去菜场找那个老姜，姜一定要老。找到这个老姜以后，把它切成片，每天晚上把这个生姜往上去贴，先把它搓热，搓完热以后，把生姜贴在我们这个8髎上。你去我们后面摸啊，它有个硬硬的像小平台一样的这个地方就叫8髎，尾巴骨上方像个巴掌这么大啊，正好这个地方你去贴上一个4块到5块生姜，把这个生姜片贴上去，你就别动了，趴在这儿贴。如果你有艾灸的话，你就对在上面去熏。没有艾灸，你想让热力更好的进去，你拿个吹风机对着吹都可以。如果啥都没有，你就贴上去，趴上一个20分钟，10到20分钟都行啊。就这样保持一会儿，每天晚上去做，坚持7天就不用做了。动作的话，你每天都可以去练，这是一个锻炼动作。把这一套合在一起，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7天，你会发现你的状态就怎么样。从刚开始的可能是这样啊，软软的，到后面怎么样，逐渐的就像升旗一样起来了，硬邦邦的，而且这个状态重新回到年轻时刻。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方法以后啊，他感觉免费的就不行，免费的就不好，免费的他做都懒得做。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大伟这里，别人或许收费，别人或许不教你，但是在我这里，我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而且咱们这个方法是有很多的实战的这个数据去验证的，有很多的反馈，你们去做一做就知道。好了，这一套方法就分享到这里，这是关于咱们男性的一个话题，讲的呢其实也不是很多，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套方法。当然饮食方面咱们也要注意，目前呢饮食方面其实咱们吃的也好，喝的也好，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就是在里面。我们要把肾精给它补充上来，有很多人长期亏空又不往里面去补，久而久之自然而然的他就怎么样下来了。好了，方法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咱们每一个朋友学会了方法的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给咱们的视频关注一下，点一下赞，感谢所有家人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很多朋友过了50岁以后就发现肩膀这里开始逐渐的变得不对头了，
有的朋友啊是用手一摸能感觉到肩膀这里变厚了、变硬的；有的朋友呢是在生活当中，比如做一些家务啊，哪怕拎个塑料袋啊，或者提一些重物，就感觉肩膀这里啊感觉特别的僵。有的朋友早上起床以后啊，脖子这里啊都要稍微的活动活动，才能把头转过来。所以这些问题啊，都是由于咱们的肩膀这里啊长期处于一个不正当的状态，而且呢这里累积了大量的湿和寒，所以导致了我们这里啊经络不通。我们所摸到的变厚也好，摸到的里面有一些筋结疙瘩也好，其实都是堵着的一种表现。那么说，我们说肩膀上面有2把锁，这2把锁，一个呢是在我们这个弯折处，就是你摸着的很厚的地方，有的朋友摸起来以后啊，感觉特别的胀。还有一个呢，它是掌管着我们的肩膀头这里，有很多朋友啊，到了夏天吹空调怕冷，冷风往里面直灌，就感觉像一个电钻钻进去一样，手都抬不起来。这2把锁，我今天啊教你一一打开。那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干货内容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同时一定要记得把咱们视频收藏下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解动作。咱们肩膀上面的2把锁啊，我们一把一把来说。先说我们的这个弯折处，这把锁呢，它主要控制着我们的耸肩啊。如果说这把锁它变得紧了，不仅仅啊会让我们的整个斜方肌这里啊变得非常的容易疲劳，而且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经络不通，从而影响到我们的颈椎。那么这把锁呢，也是我们个人啊是很难去解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人长期依赖于按摩，用手啊自己去捏，但是你会发现手上的力度有限，你去捏也好，捶也好，总是感觉捶不透。特别是长期堵着5年、10年的人，这个地方就跟石头一样硬。那么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简单，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我们用2个手指或者3个手指就直接怎么样按在这里。这个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脖子这里，你看转弯的地方，我们就把它这里一按，按住了以后，你都不需要用很大的力，我们需要借助一个杠杆啊，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肩胛骨上角，我们把手往上，你看这么一背过来，你来回的手这么动一动，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里面会顶出一个角，来回的波动。那么我们只需要让2者之间相互的往下去进行一个压力。你看，比如我手往下稍微的压一点点，然后手来回的动，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你里面它会由深层开始给我们的肌肉做一个松解。这也是我们讲的解这把锁的一个奥秘所在。所以我们把手你看往后背着，有的朋友这样背着他背不下来，为什么呢？肩膀这里锁住了，所以他只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关系。那我们上面的手，你看把我们的肩膀稍微的怎么样向上耸一些，或者向前，你看手臂往后动一动，你逐渐感受它里面的这个小凸起在搓你的手，我们找到一个酸胀的点，然后呢我们姿势就保持不动，上面的手轻轻的转一转就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啊，我们无论是前后动还是转圆圈也好，我们就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非常的简单，然后这个地方就松下来了。我们把另一边也教给大家做一下，你看，我把手先放在我的脖子上，然后那个手你看背在我们的后面，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动我们的手臂，前后动，把手臂这样去摆动，或者是我们手臂你看画圈。你去感受一下，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凸起的小圆球在撞你的指尖。找到了这个小圆球以后，哎，我们去转一转，找到了一个非常酸胀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慢慢的转，逐渐的转啊，这个姿势保持不动。如果感觉这个酸胀的感觉没有了，我们再把手怎么样摆动一下？你看前后摆动啊，我们这样向内向外摆动，逐渐的再找到这个很强的酸胀点，再转一个15到20下。这样的话，轻轻松松4两拨千斤就把这个地方给解开了。咱们解开了这里以后，你活动一下你的肩膀，你会发现啊，从未体验过这种轻松的感觉，轻飘飘的。这就是咱们讲的非常好的一个干货。咱们一定要记住，好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你做完以后，你能记住它，因为它能给你很好的体验。同时，这个动作简单好用，能够融于生活当中，帮助我们
更好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自己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好的动作。咱们第一把锁讲完了，大家感觉好的，咱们给视频点个赞，好不好？点完赞以后，咱们如果没打有用的，你们做完感觉好的，点上一个有用2个字。同时，我们在做第二个动作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肩膀的头，在这个位置哈，在这个位置以后，我们一样的要怎么去做？把我们的手，比如说我拿我的这个右手做比方啊，右手你看插在腰间，拳头握紧，放在腰间，手背朝正前方，就这样去做。你们会在这个地方摸起一个凸起的圆球，看到没有？就这样，我们就把肩膀上面的这把锁给暴露出来了。那么我们手就自然的搭上去，在我大拇指的这个区域，大约在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样去转圈啊？你看大拇指就这样跟着转，我们从上慢慢的转下来。你在逐渐的顺着这个窝里面去转，你会逐渐的慢慢的感觉到有些地方拨起来以后，就是感觉哎呀酸溜溜的，就在这些地方慢慢的做啊，逐渐的感受，一点一点的感受，找到这个酸溜溜的地方，我们就慢慢的去感受它。如果说这个地方很酸，你明显的感觉很酸了，我们就这样顺时针或者逆时针也好，就这样慢慢的拨20下到30下。你记住，这个地方只有把姿势摆出来，它才能暴露出来。我把手如果恢复原状，你再去摸，你摸不到了。它只有把这个姿势摆出来，它就暴露出来了。你想把手往后摆一些，它暴露的就更多啊。我们自己去调整一下状态，这样慢慢的转开就行。转开了以后，我们去活动一下，你会发现你的整个肩膀都松下来了。不信的话，你试一试。我们把另外一只手也做一下，手插着腰，手背朝前。把另一个手放在肩膀上面，好，就这样慢慢的转，逐渐的转啊，你顺着大拇指的位置从上往下走。有的朋友说，老师，我大拇指的位置我找不到，怎么办？肩膀的一半，你看这是我的肩膀，来一半的位置，大约在这儿，就在这儿你去找，从上怎么样？你转到往下转，慢慢的转着，你摸着一个沟，你就顺着这个小窝小沟怎么样往里面走，走着找到一个酸酸胀胀的点，就顺着这个地方持续的去做就可以了。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把这个动作记下来。做完以后，你看2把锁一打开，活动一下肩膀，完全就不一样。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干货内容。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已经帮助到你了，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转发到自己的家人群当中，因为这么小小的一个动作，真的是能帮助很多的人。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如果你完播的话，请一定要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最近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说自己的嘴巴里面总是苦苦的、干干的，而且有的时候啊，一讲话它总是有一股味儿。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当时回答的就是一个字，叫做3点水的一个津啊，这个津啊，天津的津。那么这个津呢是什么？其实很好理解，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也有，就是我们的口水啊。以前人把它称之为叫琼浆玉液。那么如果说你嘴巴里面干了，很明显嘛，就是3点水的津啊不足了，那么我们就要让它出来。怎么出来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做绕舌功啊，就是让你的3点水的津让它一点一点的出来，同时呢把它吞下去以后就能够很好的出来了。那么绕舌功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我们用舌头围绕着我们的里面转一圈，你看。这么转着一圈，你能看到啊，它有一圈印子啊。这个方法其实在古法传统当中啊是非常常见的，而且古人特别喜欢这么去做。我们顺时针转一圈，逆时针转一圈为1次，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练习。但我做这个动作我就讲不了话了，所以你跟着我练习，我们做上3次啊，看好。正反为1下，然后我们再来。第2次，然后我们继续。有没有发现，在转的时候，你开始不断的有水在中间搅动起来了？
你去一般来说转9下，但是咱们视频啊，如果说只转不讲话，太枯燥了。所以我们正常，你只要说你3步能跟着我，你再去多做几次，慢慢的整个嘴巴当中就会有很多的水，然后这个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琼浆玉液，我们把它一口直接吞下去，每天你做1次，这是道家传统古法传承下来的一个方法，我们就这样去做。同时呢，你记着，咱们练功的时候，咱们很多人讲叫做舌顶上颚，在日常当中，比如说我们闲着的时候看书、看报都可以，你用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这么顶着，顶上去以后，你可以用另外一只手托着你的这个下巴，这叫沉浆。从上嘴唇到下巴之间的点，就这么拖着大拇指点着也行，就这么感受它也会让这个我们的这个琼浆玉液慢慢的出来，然后吞下去。一般来说，我们顶上一个20秒这么点住20秒就有感觉了。这2种方法咱们经常做，因为你要知道，如果说你的嘴巴当中的这个水不足，其实它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的口水当中有很多有利于我们下面的这个东西你们自己去搜一搜就知道。如果经常感觉不足的话，一定要注意把咱们这个动作去练习起来。你可以一天做2次，早上1次，下午1次，同时这个动作平常配合在一起做，日常当中做一做。当你开始做了以后，感觉到有水慢慢出来了以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干了，也不苦了，而且这个时候你肯定会回来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默默的给咱们大伟给我点上一个关注，因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小方法。我是大伟，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更多的内容就在咱们的主页当中，你们都可以去看一下感谢大家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